血花绽放于青天之下，骨肉从庆帝的身体上分离。他的左臂从肘关节处被一股神秘的力量齐齐斩断，断臂在轻慢阳光的照耀下飞到纤尘不染的空中，以最缓慢的速度带着断查处的血珠旋转、跳跃、飞舞，再飞舞。然后那声清脆的枪声才开始回荡在空旷无人的皇宫正院之中，袅袅然，孤清极，似为那只断臂的飞舞伴奏着哀伤的音乐。除了北伐败于战清风之手，体内经脉尽碎，陷入黑暗之中的那段日子，此刻绝对是皇帝陛下此生最痛楚、最虚弱的那一刹那。沉默了数十年的枪声又再次沉默了1年之后，终于在皇宫里响起。沉默了1年，又再次沉默了一个清晨之后，范闲的身影终于出现在了皇帝的身旁。眼睁睁看着五竹被陛下重伤成了废材，范闲一直不出，那要压抑住怎样伤痛的冲动。然而当他出现的时候，他便选择了最佳的时机，出现在了最绝的位置，直接出现在了皇帝的身旁，只需要一弹指的时间。重生20余年的苦修，草甸上生死间的激励，雪宫绝境时不绝望的意志，大青树下所悟，雪原中所思，天地元气所造化，生生死死，分分离离，孱弱与强悍的冲撞，贪生与增死的一生，秋雨与秋雨的伤痛，全部融为了一种感觉，一种气势，从范闲的身体里爆发了出来。没有宝剑，没有羽剑，没有匕首，没有毒烟，没有小手段，没有大劈关，探壁不依剑路，运功不经天一路。范闲舍弃了一切，只是将自己化作了一阵风，一道辉光，在最短暂的刹那时光，将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经由执掌逼了出去，斩向了皇帝陛下重伤虚弱的身体。雄浑的霸道真气不惜割伤他体内本已足够粗红的经脉，以一种决然的姿态，以超乎他能力的速度猛烈地送了出去。无数烟尘斩，亮于冷清秋天。送到了指，真气不吐于外，反运于内，剑气不出指腹，却凝若金石，狠狠刺入了皇帝陛下的肩窝。运到了掌，真气如东海之风狂烈而出，席卷玉山镜面，不留一丝杂力，重重地拍在了皇帝陛下的胸膛之上。斩、指、掌，斩了这些年的过往，指了一条生死契阔的道路，单掌分开了君臣父子间的界限。范闲此生从未这样强大，庆帝此生从未这样虚弱。这一对父子连双眼也来不及对视一瞬，便化作了太极殿前的2个影子，彼此做着生死间的亲近。似乎空中又有着无数的黄纸灯被罡风刮破，呼呼响个不停，令人心悸的，令人厌倦的响了起来。范闲的身法速度在此刻已经提升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，残影不留，只是一缕灰影，绕着皇帝陛下的身躯，瞬息内不知道攻出了数十骑、数百骑。青石地面上积着的雨水，忽然间像是被碧水珠劈开了一条通路，向着两边漫开，露出中间干净的石砖。而在石砖上约半只手掌的距离，皇帝与范闲的身影凌空激掠而飞，瞬息间脱离了太极殿正面的位置，向着东北方向闪电般飞掠。一路积水飞溅而毕，一路血水自空中飞洒成线。轰的一声，那抹明黄色的身影回颓然撞破了皇宫夹壁处的宫门，直接将那道厚厚的宫门震碎，震起漫天的木屑。木屑像蕴含着强劲力量的箭矢一般，四面八方射出，嗤嗤连响，射穿了宫门后的圆形石门，激起一片石屑，深深地切进了朱红色的宫墙之中。
也正是这些从明皇身影身畔四面射出的木屑，让像追魂的风、追魂的影子一般的范闲被迫放缓了速度，在空气中现出了身体。明黄色的身影撞破了宫门，紧接着又重重地撞到了夹壁中的铜制大水缸上，发出了一声闷响，也现出了身形。那只依然没有沾上血水的手破空而出，啪的一声震开了一只细柔的手腕，如闪电一般拨开冰凉的金属，翻腕而上，捏在了那柔软的咽喉上，捏在了那名宫女的咽喉上。噗的一声，皇帝陛下颓然无力地靠在大铜缸旁，喷出了一口鲜血。偏生他苍白的脸颊上却浮着一丝淡淡的怪异的笑容。他的一只手臂已经断了，身上也多出了4、5个指洞和3个掌印，鲜血染遍了他身上的龙袍，让明皇衣裳上的那条金龙显得格外狰狞，却又格外惨淡。范闲缓缓放下掩在脸上的左掌右拳之桥，木屑也让他的身体上开始不停地往外渗血。他剧烈地咳嗽起来，咳出了血丝。先前的那一击已经是他凝结生命的一击，此时被迫停止，再想发挥出那样神鬼莫测的速度已然不可能了。而且他的经脉已经被割伤了大部分，就像无数把小刀子一样在他的身体里刮弄着，痛楚酸楚难忍。皇帝陛下的伤更重，重到无以复加，重到似乎随时可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然而范闲的脸上没有丝毫喜悦之色，一阵急促的咳嗽之后，他的神情恢复了平静，看着斜倚在铜缸旁不停喘息的皇帝陛下，一言不发。只是他的眼眸透露了他的真实情绪，那种复杂的情绪。他怔怔地看着皇帝老子，觉得眼前的这一幕不是真实的，像大雪山一样高不可攀，冰冷刺骨，强大到不可摧毁的皇帝陛下，居然也会有山穷水尽的时候。陛下的容貌何时变得如此苍老了呀？陛下，您败了。范闲微微低头，用太监服饰的衣袖擦掉了唇边的血渍，眼神复杂地看着皇帝陛下。他说的这句话很没有意义。庆帝身上至少有10余处伤口，尤其是左臂的断口、腹部的创口，在不停地喷涌着鲜血。正如皇帝陛下先前对五竹说的那句话，这个世上本来就没有神仙，五竹不是，他也不是。这1年里所遭受的背叛、刺杀、伤势绵延至此时，今日又与五竹惊天一战，再被重狙断臂，再遭隐隐然突破境界的范闲伏击，纵是世间最强大的君王，也已然到了最后的时刻。然后皇帝陛下的脸上依然挂着一丝嘲讽与冷漠的笑容，他的3根手指依然轻轻地放在那名宫女的咽喉上，宫女的手中提着一把枪。皇帝陛下看了范闲一眼，却没有理会他那句话，而是嘶哑着声音，咳着血，用一种温和的眼神看着身旁的范若若，平静地看了许久之后说道：朕说过，要当一位好皇帝是不容易的，首先便要舍弃一些不必要的情感，更不能心软。若若，你今天心软了，这就是致命的错误。穿着宫女服饰的范家小姐脸上依然是一片平静，然而她微微皱着的眉宇间却显示她的内心并不像她的外表那样平静。